有时候啊，也没有想这么多，每天做，每天做，不知不觉啊，就300多集了，可能在不知不觉就又1年了哦。所以有时候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就是每天做一点点，每天做一点点，也觉得生活蛮充实的。我觉得生活就是好像每天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哦，我会和这些学生见面，我也很兴奋，或者说我有点期待。然后每天花很多时间，但是啊，其实也觉得蛮值得的。虽然好像没有钱，但是有一些那种满足感是钱买不到的，有点这种感觉。我能理解成就感、满足感。对，有时候到我这个年纪啊，好像我很老一样。有时候到我这个年纪要快乐不简单，要好像也不是钱买得到的，要快乐不简单，所以这种方式会让我觉得蛮快乐的。对啊，明白，我能理对，解。然后有一些交流跟互动也是很难得的事情。对啊，好，好，那我们就上线了。好，好的，那各位大家同学，大家好。好，婷老师又来了。各位同学，我跟你们讲，婷老师今天他有 update 他的YouTube 哦。我都有在关心婷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各位同学来，你们要做的 the first priority 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先去，如果你们还没有去关注婷老师的话，请先去关注他一下哦。那他今天又有一个新的视频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很棒哦。可能跟会，对不对哦？对，我记错了。是的，是的，欢迎大家订阅我，我的频道会不断的更新实用的句子和一些常用的语法，没错，我相信应该是大家都能够用得到的。如果大家有很实用。看问题的时候，看视频还有不清楚的地方，给我留对，言，我没错，全部都会回答。没有错。那田老师的视频的频道呢？它的更新时间是什么时候啊？田老我的师？更新时间是每个星期三。每个星期三，对不对？哦，对，好。那今天正好是星期三，所以田老师有更新视频哦。那麻烦你们去看一下，去订阅一下哦。好，田老师的视频都非常的，我们中文说实用，very practical。按错了，very practical 哦，很实用，日常生活常常会用到的中文哦，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非常的实用了哦。好的，那你们当然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赞，还有点赞，大家点有没有赞，忘记点赞啊？记得点赞哦。你曹老师很需要这个哦。好，那田老师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要跟大家打招呼了哦，因好的，为太多人了哦。好的，那各位同学，先跟你们说一下，明天我们不上 HSK。耶、明天田老师，我们明天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好不跟兴奋。我们明天不要上 HSK 了。各位同学，上 HSK 啊，我跟田老师都压力很大，太难了。那明天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叫做这个叫什么？我们明天要 chit chat，我们明天要聊天，好不好？各位同学，明天呢，田老师跟我会一样在 YouTube 还有 Facebook 跟大家 chit chat，我们就不上 HSK 了，我们要聊天 chit chat 哦，好不好？哦，对所以明天你们要准备好，谁对，准备要上来跟好哦。我们谁要上来跟我们说中文的，赶快想一想，你们明天要讲什么。好从今，OK，天就开始准备好吗？明天我们可以先想一想，见面。我们要聊天，明天聊天哦。好，那各位同学，今天不跟你们打招呼了，每次打招呼都好久。有同学说耶，大家很开心，终于要聊天了。好，OK，好，太好了。那田老师，我们今天来上 HSK 第三集啊，第三集的好的，内容啊。好，今天的词语不容易耶。今天字有点难哦。好，嗯，但是田老师在，我们不用担心的哦。好，听 HSK Level 3初级词汇。
好，那田老师，我们今天也要学5个词汇，麻烦你一下。好的，我们有报道、报告、背、北部，还有背。好，那等一下我们要谈这2个字。这个字虽然是一样的字，但是它的发音有一点不同，所以意思也有那么一点不同。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词汇这个词汇叫做报道。报道，这个报道呢，其实就是田老师啊，你先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了哦。好的，电视报道说，新冠病毒越来越严重了。对，电视就是 TV，like television 电视报道就是 TV report， 对不对电视上的报道，那可能记者会报道，对不对会报道。然后新冠病毒就是 COVID-19， 越来越，田老师啊，我们越来越是什么意思啊？越来越很简单，就是更，就是比以前多的意思。对。那各位同学，越来越的意思就是像英文的 more and more，more and more。那各位同学，你们在使用越来越的时候呢，后面我们会加上一个形容词，越来越我们会加上一个 adjective 形容词越来越。那你们各位同学可不可以试试看越来越怎么样？你们可不可以来造一些短语呢？越来越怎么样你们可不可以试试看？像我们这个句子是越来越严重，严重叫 serious serious， 越来越严重 more and more serious。 那你也可以说理查老师越来越帅 more and more handsome， 怎么都是这一题。好，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试试看越来越，你们可不可以造一些短语出来呢？越来越的短语我看看谁是第一个造的句子。越来越好看，可以的。很好，谁的句子？我看一下我们的 Donny Shi 不会念。好，很好的句子，越来越好看，还有越来越有意思了。非常好，越来越有意思了，越来越有意思，like more and more interesting， 对不对还有没有越来越怎么样？好的，我看到嘉文写的这个嘉文跑哪去了在这里，嘉文向2位老师学习，我们的中文就越来越好。哇，嘉文你越来越厉害了中文越来越好了好，裴静的呢？李超老师和婷老师的课程越来越有意思了，非常好。很好你们都好厉害越来越好，还有呢？这个就 Alice 我们跳过好了，田老师会不好意思的好，这个句子我觉得可以，这个 nigger 句子我们可以来帮他修正一下。好的，句子我们理解，我们需要说我对他的爱越来越，比如说我对他的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对他的爱越来越多 ，it's like more， more even more， 越来越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我对他的爱越来越深。很好，爱我们用深听起来是非常的很好的感觉，越来越深，很美，有没有？很美，很优美的感觉。我对他的爱 like deeper and deeper， 哇，听起来非常，你就是很爱他的感觉越来越深我很喜欢这个词好，再来是什么？裴静说同学们越来越多了，非常好，非常好。OK， 好，这位同学呢 ，Lina 的句子。好的，疫情期间我都在家里上班，这情况让我越来越胖了。Lina， 你真的变胖了吗？疫情期间都不能出门，你就一直吃，然后就越来越胖了 ，fatter and fatter。很好你们好厉害佳佳的句子呢？天空越来越黑暗。句子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更口语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天越来越黑，或者说天越来越黑吧。黑了天越来越黑我们
比较少说黑暗了，我们说越来越黑或越来越暗好像也可以吧，越来越黑，越来越暗，对，也可以。对，越来越黑，越来越暗好 ，OK， 那大家已经会使用越来越 more and more， 我们加上形容词。不过理查老师告诉你，有时候也可以加上情感动词啦这个你们知道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说越来越喜欢，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说越来越讨厌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些情感动词like you like it more and more，越来越想，越来越想，我越来越想他了I miss him, I miss her， 我越来越想他了，我越来越喜欢中文了我越来越讨厌理查老师了就可以用好的，那你们已经知道报道报道就是 like the report, especially for news report。这个田老师，我们说电视报道，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说新闻报道吗？可以说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对。不过我们这里是念报道了不过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也想说，台湾是用这个报道吗？因为我有看过台湾台，就是用的是报道。我们的字当然繁体字是那样写的，我们念报道，所以这个句子我会念成电视报道说，或我们会说新闻报道我们这个字会念导，报道有点像那个道，你去一个地方报道那个感觉对，这个非常容易混，就是今天是开学报到的日子，所以那个到会用报道，对，会和这个太容易混了。音是一样的不过意思完全不同。是那个到，就是到这里的到，到这里的到。我写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两个词的发音一样，不过它的意思完全不同。报道 ，it's like you sign up for you go to the place， OK， 你去一个地方报道那这个第二个报道就是我们的 report TV report news report 新闻报道新闻报道所以我们这个意思不同意思不同。报道好像也可以当做动词，对不对？是的。记者，比如说记者在报道新闻，对不对？对，可以这样说吧报道新闻。好，那我把这个句子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各位同学，如果你要说 like the reporter is reporting the news， 你可以说记者正在报道新闻，对不对田老师，你们是这样用的，没有错吧？我们对是这样用的。报道，因为我们会念成报道新闻了我理解。报道新闻，那各位你们就用拼音的这个的拼法去念它记者正在报道新闻。这边报道是一个动词 ，like report the news 报道新闻 ，report the news。好 ，OK， 了解了好。居居要先离开了，居居晚安咯，他明天要上班。好，再来，敏敏说老师越来越帅，敏敏自己越来越漂亮。好可爱，好可爱。来，丁老师这个好的，我读一下。这篇来自中国的报道被他报道。这篇来自中国的报道被他报道。好的，应该是第一个是做名词用，第二个是做动词用，应该是这个意思这篇来自中国的报道被他报道。我能够理解他大概说的意思，就是这篇来自中国的新闻，这篇来自中国的消息，然后被他报道这个意思。对，这个 Shazad， 我会觉得这个有点念起来有一点不太顺，我会把它写成这篇来自中国的新闻，或者是来自中国的消息被他报道这样听起来会少。被他报道。对，我们很特别是这种容易出错的词语，我们会尽量不用在同一句话当中。对，不要重复，对不对？尽量不要重复好 ，OK， 好，那报道了，各位同学知道了我们可以
我们常常说新闻报道或电视报道我们会说天气报道吗？不会，我们说的是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好，所以我写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可以说新闻报道，或者是电视报道电视报道比较常这样用。好 ，OK，like news report or like TV report, news report, TV report 新闻报道、电视报道。那天气的话，像刚刚田老师说的，我们比较常说的是天气预报天气预报，预报有点像 forecast, like weather forecast 天气预报。好，因为天气都是预先预测的我们说天气预报 like weather forecast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好，各位同学了解了吗？好，了解的话，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词汇，第27个词汇叫报告。报告。好，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好，5月底前你们必须交出报告。对，5月底前，这个底好像是 like by the end of 底就是像5月可能28号、29号。是的。对，5月底快要结束了，5月快要结束前你们必须，田老师必须是什么意思啊？好，必须就是must or have to。对，你可能是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must or have to， 你必须表示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交出就是，比如说这是报告的话，你要把报告交出去给别人，交出去，像英文的 hand in or turning 老师手上如果是报告，你要把它交出去，交出 hand in 交出去。好，你们必须交出报告。好，报告这个词就是英文的 report report。好 ，OK， 底年啊，是年底啦不是底年。年底。我们说年底，我们会怎么说啊？田老师，那个月底对不对？对，月底、年底，是的。还有这些词like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 end of the year， 年底、月底好，年底、月底好，年底 the end of the month， 年底 the end of the year。好，这边我们的 Jonathan 问了一个问题。老师们，请问交是提交的交吗？交是提交的吗？意思是交和提交是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他的意思，应该这个交是提交的交吗？必须提交报告，差不多。对，交出交报告，提交报告，缴交对不对？缴交我们一般这个交应该是比较趋近于缴交的意思了缴交。好，如果你们真的要把这个交解释成一个词的话，我们中文会说缴交缴交。缴交像我们说这个缴交作业the handing homework， 缴交报告 hand in 所以这个交比较像缴交的意思，缴交报告，缴交回家作业交给老师作业嘛那我们其实我们说交就可以了交就可以了，比较常用交就可以了是的。好，哇，这个 passion fruit 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了对不对？好的，林老师你试试看好了好，我们先读一下交出、发给、发送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它的区别别的选择别的选择非常多，比如说提交然后比如说上交上交对，这些是比较常用的提交、上交交出对，这些交吧然后发送、发给和交他们的意思又有一点不一样对，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田老师发给或发送
会不会比较像是电子邮件那一种的？是的，是的。所以我的感觉是发给把电子邮件发给婷老师，可以这样说吗？把电子邮件对，我们可以说发送电子邮件发给谁？对，这样子发给比较常接一个人。我把电子邮件发给婷老师，我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应该是可以这样说。那我个人觉得交出比较是，你可能有一个报告，对，用手，这个 passion free 交出有一点像是你手上有一个，像有一本作业或有一份报告，你可以把它用你的手 ，OK， 交出去，这个叫交出或交就可以了。发给的话，有一点是我会觉得比较像发 email， 不过发给是发给一个人哦。发什么东西给一个人？发送比较是发送信件 ，letter or like emails。你发送信件或电子邮件，你可以用发送。发给的话比较常是发给一个人，发送的话是发送一封信或者是一封电子邮件。交出就很明显，你要用你的手，对不对？交出去，我把回家作业交给婷老师我们会这样说。好，茶老师真是功利生活中，我觉得很复杂的问题被你很清楚的分成了2个部分。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子。好，没问题。来，不过这个婷老师绝对是可以的。成龙同学问了一个问题，medical report 叫做，就是它像是一个，也是报告，我们用的是报告。医院的医学，我们说医学报告吗？医学报告好了。医学报告吧。因为我会有点担心我们这两边的用词会不一样。医学报告你们也是这样说的。对。好，那这样子还蛮多同学问这个问题的 ，medical report 怎么说？那我们就说医学报道。成龙，我认识你啦，我知道你医学报道，我打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医学不是报道，医学报告like medical report。你去医院做 check up 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就会给你一份医学报告。Okay, when you have a check up in the like in the hospital, you will like get a medical report. 你会拿到一份医学报告。发送是不是 send？ 是的，翻译可以翻译成 send， 对。我们其实就是 send 的意思对不对好。年税玉珠的问题，我觉得婷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好的，他的工作每年底要交出年税报告我们可以说他的工作是，他的工作或者为每年底，要加一个东西，他的工作每年底要交出年税报告。的工作是我觉得他的工作是年底。好像我们不会说每年底，对不对对，不会加每。我们说年底就可以了啦他的工作是年底要交出年税报告。要交吧，没有出。对，要交就好了。对，玉珠要交年税报告。好，田老师，你们那边说年税报告吗？我懂那个意思，不过我们不太说年税报告。我们也不说年税，也不太用这个词。我们税务报告会不会？税务对，赋税情况。对，我们一般不会说玉珠，我们不说年税报告，像我们可以说税务，对不对？税务报告。税务对。税务报告比较常这样用啦。你讲年税报告，我可能要想一下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税务报告。其实这些词都非常的深了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不用太担心。税务报告比较像 tax report tax report， 把它打出来好了 tax report。好的，玉珠，请你说税务报告 tax report 好。哇，大家的问题都好难找个比较简单的好了，来有志的问题。好的，有志的问题，好像也不简单呢。report 怎么说？好的，
很简单，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日报、周报。对对对，日报、周报还有年报，对不对？对对，我们好像不月报可以吗？月报也有，月报也有。对不对？日报年报、周报，对，周报也很常用哦。好，有志你的问题很好哦。好，然后季报，我们会用季报，也有，对不对？好，来，这个有志你的问题，听老师已经帮你回答了哦。好，来，对，好的，日报、年报、周报、季报，季报有点像每一季的每一季的报告。每一季的。好，敏敏的生意计划报告。我们不这他可样说啦。能这个报告，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懂你的意思，但是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不会这样说。不过这个学术报告我们可以用学术报告，可以很好，很棒的很棒的学术报告好，尼格说 scholarship report，scholarship 不是奖学金吗？可是我们不说奖学金报告，对不对？对，不会说奖学金报告。请交出病人报告，可能加个的会好一点，对不对？请交出病人的报告病人的报告薪水报告。我们不会这样说对，我们不会这样说。好，这个我们有一些常用的词啦不过有的不常用的我们会告诉你们，我们不会这样说好的，那这个词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可以了解了报告。不过呢，理查老师想给你们一些比较常用的 collocation 好，来，我们会比如说你要 make a report， 你可以说写报告，用写的，你也可以做报告 write a report or do a report 我们中文用写的，或用做，写报告，写报告，做报告。那我们刚刚说交报告，对不对交 like handing。那田老师，我们如果有学生问说报告的量词是什么的话，我们报告常用的量词，一份报告，对，比如说一份，没有错一份。所以各位同学，他的报告的 major word 是份一份，一份报告一份报告。报告的意思也是 lecture。这个问题我刚才也想问，李莎老师，在台湾会不会说，比如说明天我要去睡了，明天我要做一个报告，会不会这样说？可以明天要做一份报告，那这是名词的用法。像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用的是名词。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是更像是一个演讲，但是呢，其实这个演讲的内容是一个报告，会不会这样用？可以，我们也会这样用，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也会把报告当作动词用，我们也可以当动词用，对不对所以像这个佳佳的问题是，这个报告也是 lecture。比较像演说的意思吗？对，就是我要做一个报告，我要呈现一些东西，这个报告的意思，我们也会这样用。那我们像我们的用语是一样的对的。那没有错。那报告的意思还有这个报告也可以当动词报告也可以当动词，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可以说，听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句子？好的，我们是这样子，他向老师报告这次比赛的结果。对，那这里的报告有点像是让某个人知道一个情况，对不对去报告。那不过当各位同学你们用报告的时候应该是有点下对上的感觉。是的。像举例，你要跟你的老板说话的时候，你可以用报告我向老板是你的长辈吧，你的算你的上级你可以说我向老板，like I report to my boss， 向老板。老师也是算你的长辈，你可以说我向老师。所以报告呢，一般当动词用的时候是要向年纪比你大的人
使用的他向老师或者老板都可以报告。是的，是的。好的。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个词在学校里用的很多，就是打小报告。我们也有用，打小报告。这个词非常的有意思哦。好，这个田老师，你可不可以跟各位同学解释一下什么叫打小报告？这是不好的行为哦。对，这是不好的，但是大家了解一下，还有这种用法。对，打小报告，比如说我去跟老师说，老师知道吗？刚才小明抄我的作业，Copy my homework。Copy my homework. I'll tell teacher this. 小明 copied my homework. He's a bad boy. I'll tell teacher this. 打小报告。对，这个就是打小报告。比如说这个老师发现这个嘉文不是嘉文，对不对？老师发现嘉文同学作弊了。我发现嘉文同学 like cheat, okay, on the exam, and I'll tell teacher this. 老师，嘉文他作弊，他是坏孩子，他作弊，这个行为就是打小报告。OK。这个英文要怎么说我也不晓得英文不晓得。就是 report， 其实很难，就是 report somebody。report someone，举报某人的意思。举报，对。举报，打小报告就是你告诉别人另外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你要举报他。report 举报。好，送缴的问题，田老师麻烦一下我看一下好。我对经理报告公司的情况能用吗？我对经理报告公司的情况可以的。很好，送缴这个句子蛮好的很棒的句子好，来，玉珠又写了一个句子。好的，我读一下。他公司向政府做税务报告，可以的，非常好。税务报告。不过那个玉珠你要写税务，不是误税税务报告你写反了税务报告。好，工作的时候可以报告一个人吗？我能理解，大概这个报告也是 report 的意思，可以的。是有点也是举报吗？还是举报？应该也是检举举报的这个用法。Like you report someone, maybe he's doing something bad. Okay, you can report someone. 我被发现了，你不要躲嘉文，老师都知道你在的好，工作的时候可以，我们其实会用举报了各位同学，举报这个词你们可以学起来。这个词应该比较深，应该是 HSK 7到9级的字，举报 to report a person。因为报告的话，它其实就是很大，真的用法很多。但是举报的话，它是永远是一个很负面的，很那个 negative 的，所以它是举报 always report for that negative meaning。对，举报就是说你去检举他这个人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或者是违反规定的事情，你就可以向警察举报他，你可以向老师举报某一个人举报 to report someone report。 好，哇，我们学了好多新的词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再往下看第28个词汇。28个词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词汇好，这个我们念背背有很多意思那各位同学，我们先讨论一下第一个意思，叫做 memorize 那 memorize 的意思当然就是你把事情记在你的脑子里面这个叫 memorize 你把一件事情记在你的头脑里面好，那这个田老师麻烦你。好，我来读一下。老师要求我们每天背10个生词。10个生词好，要求就是有点 like request make a request， 要求我们 request us， 每天叫 every day。 好，那这里的背注意了它这个背就是memorize or keep something in mind。OK，背的意思就是你打开书，赶快把这些字或把句子把它背起来memorize 背起来好 OK， 老师要求我们每天背10个生词。好，那我们各位同学注意，这个要念4声背。对，而且背它是一个动词动词背。好 OK， 好的。
背课文很好，背课文背非常好。课文很棒。好，我们还有背单词，对，背单词很好好，有位同学是第一次来，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好，背课文，我还背了爷爷的声音。这个是 nigger， 我们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对，背了爷爷的声音是 voice， 我们怎么去 memory 他可能认为是回忆的意思吧？不是这个，不是 ，it's not like recall，it's not like recall，it's like you memorize a sentence，or you memorize a text in your mind。就是 It's not 你 like 合上书，你还是可以 recite。这个不是你的 memory，it's not about your memory，it's about you keep something in mind。所以这个 nigger， 我们这个背不是这个意思是回忆有点像回忆的意思不一样。好，背今天课的词汇。就是我们可以说背今天的词汇就好了，对，没有错。有时候可以你说背今天的词汇就可以了这句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听老师吧。希望有一天我能倒背如流《红豆》这首歌。哇，红豆，真的吗？你很喜欢这样子的歌？王菲的《红豆》是不是王菲的《红豆》？王菲的红豆。哇，不过这个句子意境的歌词那种。对，有希望有一天我能，不过倒背如流可以这样用吗？有一天我希望能够倒背如流。希望有一天我能我们可以这样说：希望有一天《红豆》这首歌我能倒背如流。可以，这可以好，那嘉文就是这样的意思。希望有一天我能《红豆》这首歌我能倒背如流，就可以了。背出来，背出来。有这样子的用法。老师说今天的课文大家一定要给我背出来。Like you。对，那背出来的意思就是你把它记在心里面之后，你要念出来，不可以看书。You cannot read it with your books. You have to memorize it and you need to recite it. Read it out loud. 背出来。老师说今天的生词把它背出来不可以看书，把它背出来这个就可以好，有同学问说什么是生词啊？好的，什么是生词？很简单，词语。词语对不对？短语可以吗？短语可能可以吗？短语。田老师，你们那边说单字吗？我们说单词，单词。单词，好的，单词好，背不出可以呀，谁说的？你背不出就是我记不起来，我背不出来。哎呀。今天的词汇好难我背不出来，没有办法背不出，记不起来，你也念不出来，这个叫背不出背不出好的，哇，好有意思我觉得玉珠这个词汇不错好，我读一下，我天天要背熟老师教过的词汇，我天天要背熟老师的词汇。李潇老师，这一句话我怎么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奇怪？因为田老师，你们那边要念背熟还是背熟？我们念熟，但是我知道，这个也有熟的那个音，我们会说熟多一点。因为我们这边一定念熟，我们不会念熟。明白，我明白。我天天背熟。如果我改这个句子的话，我会把它改成我每天要把老师教过的词汇背熟。我会这样改。我每天会把背熟，我们这里是有这个词汇啦，背熟就是把它念得很熟悉这样的感觉把它念得很熟悉。好 ，OK， 好的，好，向才问了一个句子。好，我读一下。他向政府报告重复新冠病毒的爆发。他向政府报告。重复新冠病毒再度爆发吗？他向政府报告新冠病毒再次或者再度爆发了。他向政府报告新冠病毒再次
或再度爆发了，好像会好一点哦，香菜。哦，好。哇，背不上，越来越多人了，背不上。背不上，北方用的特别多，真的南方不太用，真的，北方用，是的，是的，他们会用。什么意思？背不上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背不出，其实就是背不出，对，背不起来。OK， 背不出哦，背不出比较常用了，背不出 ，Melina 这个背不出比较常用啊。好，这个送脚背不上，我个人是觉得我没有听过了啊。不过就是方言，在北方的方言，他们会说吃不上饭，然后背不上，上不上学，就是我们平时会用上不了学，上不上学，他们会用这个上。他们会这样用 ，OK， 了解。哦，好 ，OK。其实关于背的一些词语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看完了哦。好，我们先往下看好了。好，背还有一个发音念背，对了，它也是动词。刚刚那个背也是动词，是 memorize， 来 keep in mind。不过各位同学注意，我们这边念背一声的哦，背，它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它的意思是 carry something on the back， 你把什么东西背在背上 ，OK， 背在背上哦，这个叫背，它是个动词哦。好，丁老师可以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好的。他把受伤的士兵背在背上。背在背上，好哇，这个发音好难，对不对？好，各位同学不用担心，等一下李朝老师帮你们整理一下这个 pronunciation 哦。好，他把受伤的士兵背在背上。好，你要先背 carry， 背在背上 your back，OK， 这个是背在背上的意思哦。好，主语把巴拉巴拉巴拉背在背上哦。好，那各位同学，你们也可以说我把宝宝背在背上，对不对？你们也可以说我把我的太太背在背上哦，都可以。好，你都可以用所以各位同学把什么什么什么背在背上哦。来 ，OK。好，我读一下，小朋友们背着书包上学去，哎，非常好，很可爱，好可爱的句子，背着背包上学去这样子啊，好，很可爱，很棒的句子啊。小朋友们背着 carry something on the back，school bag 啊，书包上学去。琳琅的句子好可爱啊。好，这个是 backpack， 对不对？背包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说背包，背包就是那个包包，你背在背上的那一种包包啊，背包。好，好的 ，OK， 终于背下来了，终于背下来了啊，大概懂意思了，懂意思，很好的句子啊。有没有好方法背诵中文生词汉语水平 HSK？ 句子是对的，你这个句子是对的了啊。好，那有没有好方法我们就不说了啊，反正这个句子是对的啊。背诵有一点是，就是你记在，你背了好多次，然后记在心里这样子哦。好，这个呢，跟老师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妈妈把宝贝背在她背上，非常好。非常好，很好的句子哦，很好的句子。好，那各位同学，李朝老师现在呢要整理一下关于这个字的意思。听老师，这个字我们有4个意思，是，对不对？哎呀，好复杂哦。来，李朝老师帮你们整理一下好了啊。背或背这个字有4个意思哦，有4个意思。那李朝老师帮你整理一下啊。我们第一个意思呢，它是这个看一下啊，第一个意思是背，好，第一个意思是背的意思啊。那背就是我们刚刚学到的，记在这里，记在心里啊，记在心里。第一个意思好，第二个意思呢是我们的也要念背哦。第二个意思念背，老师先讲念背的哦。第二个意思念背。这个背就是这里，你的背部，你的背部这个叫背，是名词 ，your back the part，OK，the body part 背。第二个意思也念背，就是你的背部你的背，好，了解了吗？老师再说一次，第一个背是这个背，
第二个背是这个背。好，了解了哦。好，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个背是什么背呢？哎呀，第三个背是不太好的背。好，我们说第三个背啊，我们都不喜欢，因为他说第三个背就是运气很背，like today is not my day。我们会说啊，我昨天运气好背哦。你也可以说我昨天好背哦就可以了。我昨天很背。什么叫很背？很背就是你的运气不好。OK，you had a bad luck。OK，你的运气不好。好，那我们再说一次哦。第一个念背是这里 ，memorize。第二个背是这里 ，your body part，your back。第三个背就是你很倒霉，你的运气不好，这个也可以叫背。对，这个是形容词，对不对啊？形容词。我昨天运气很背 ，I had a bad luck。OK，运气不好。好，记起来了没有？我们再想一次哦。这个是背。好，第二个背这里背。第三个背就是你很倒霉，运气不好，这个是背。是不是都念四声的？背背背背背，还有这个背都是四声的哦。好，再来呢，我们最后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叫背，只有一个念一声的，就是 carry something on the back， 背。好，那我把这个背再给你们看一次哦，背。那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咯，我们念一声的只有一个用法，就是我们的 carry something on the back 好，这个念背对不对啊？田老师背，对，把东西扛在背上，是的，把东西扛在背上好，这个叫背。好，这个田老师，我们再帮同学复习最后一次啊。好的，来考试好不好？好的。田老师，我跟你讲，这个 memorize 是怎么念？我们说背课文，背单词，背单词，背课文。我们说背放在脑袋里，放在心里，对。背，这个叫背。第二个背是什么背？田老师？是我们的背后，我们的背后的背。背还是念背哦。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对，其实第三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这个背，就是其实这个有关于文化的那部分，就是阴和阳，然后这个这个背就是阴，所以是那个 negative 背后。对，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对，我们认为这个前面是好的，然后背面是不好的。对，所以你说我很背，就是你的运气不好。你的前面运气好，后面是运气不好的。我们有这种感觉所以你说我好背，就是你的运气不好你的运气不好，后面都是运气不好对。那最后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叫背，我们叫背，只有一个念背哦，这个念背哦，好不好？各位同学懂了吗？那田老师，我觉得我们来考试，马上就知道这些同学是真的懂还是其实听不懂。我看到嘉文一个句子很有意思，这件事我不要背锅。背锅，我们是说背黑锅，对不对？对，我们说背锅。背锅。好，其实就是背黑锅的意思，对不对？背黑锅，这个锅我不背。不背这个锅，这不是我的责任，这不是我的错我不背锅。好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出第一题。那我们来请婷老师念一下。好的，第一题，李小姐背着2个小宝宝。对，那个婷老师，我们不能把那个背或背先不要。对。不好意思，这我题目出的不太好。好，我们下面他觉得什么很痛？对，李小姐什么什么这2个小宝宝，她觉得哪里很痛？什么地方很痛？请问第一个要念背还是背？第二个要念背还是背？来，你们告诉老师们答案。哇，有人选 A， 有人选 B 耶。好，那我觉得好像
都有，不过嘉文选 A。李小姐背着2个小宝宝，她觉得背很痛。嘉文马上改了，说是好，不过大家都选 B， 对不对？好，李小姐背，刚刚说这样子是背，只有这个是念背，其他都念背。李小姐背着 carry something on the back， 2个小宝宝，她觉得背部后背对不对？背后很痛，她觉得背很痛。好，背着背，我们答案选 B。答案选 B 啊，好，各位同学，你们大概都答对了啊，你们大概都答对了。来，田老师，麻烦你再念一下正确的发音，好不好？好的，我们说，李小姐背着第一声2个小宝宝，她觉得背很痛，背很痛，背很痛，背着哦。好，第一题大家都过关了哦。好，不过刚刚我看到有同学问扛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好像看到同学扛的意思。哦，这里彩杰问的哦，扛是什么意思？哦，对，扛，把东西放在你的背上，或者说把东西放在你的后背啊，或者说你的肩膀，肩部。扛跟背有点不一样哦，背是放在你的背上，扛有一点是在肩膀上吧，有点这种对哦。扛有点在肩膀上，背是在背上哦，有点不一样，不过差不多的感觉哦。好，那第2题来了，各位同学准备好了没有啊？不要再答错了哦，嘉文不要再答错了哦。好，来第2题，请一下田老师。好，我们看啊，为了明天的考试，苏苏什么了20个中文单词？为了 for。明天的考试 tomorrow's test for tomorrow's test 苏苏怎么了20个中文单词各位同学我们是背了还是背了我看到什么答案都有啊你们还答错了哎呀我刚刚那么辛苦的告诉你们你们还是答错了我刚刚这个手势都来了这个然后这个还有后面的答案都不错，后面的答案都不错，都大概都对了哦。是的。那同学们，你们可以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是背还是背？它的什么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这个意思对不对？像 memorize、keep in mind， 这个要怎么念？老师刚刚都告诉你们了，这个要念什么？4声。这个是背，这个也是背。这个也是背，都是背，只有这个是背哦。你要记得老师的手势啊，背，还有这个背，还有背啊，你们就不会忘记了。这个是 keep in mind， 所以这个田老师，我们到底要怎么念这个字？我读一下，为了明天的考试，苏苏背了，是放在这里哦。20个中文单词。对，背了这里哦，背了哦，好，哎呀，太好了，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啦。老师再做一次手势好了，背，还有这个背哦，背哦，不要忘记啦，都快要变演员了，你们不要忘记。好，最后一题，各位同学 ，the last question，OK， 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句子哦，好来。好，来，我为大家读一下。我好什么哦？今天上学迟到，在路上又被狗咬。我好什么哦？好 ，OK， 我好什么呀？今天上学啊，迟到了。I was late for school。走在路上又被狗咬了。OK，like bitten by the dog， 被狗咬了，被狗咬一口了哦。那你怎么样啦？好，老师发现都是 A 背，好多同学选背，我看有没有人答错的。背终于没有人答错了，背，都是背。你们终于白马同学你怎么选 B 呢？白马同学都是 A 啦，比较多是 A。好，那田老师
麻烦你把正确的答案念给大家听。我们说我好背呀，今天上学迟到，在路上又被狗咬。对呀，我好背哦，背背，还有这个背，现在就是这个背。哦，哎呀，我好背，运气不好，好倒霉哦。好，我想大家都懂了哦。哎呀，太好了。好 ，OK， 理解了，各位同学。好，老师们的教法最好了。对呀，哦，太好了。好，好的，老师再演最后一次。背 keep in mind 背 your back 背 like you today is not your day 好背还有呢这个是什么背背好 OK 好了了解了哦哎呀好累啊好来我们往下看29个词汇好好北部北部好来丁老师麻烦你一下好的，泰国北部盛产红宝石。好的，泰国北部，各位同学，这个北部的北啊，就是 north 哦，north 北方的意思，north 这个部有一点是那个有点像 part or area 的意思，所以这个北部通常是指比较国家的这个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北方的地区啊、有点这种感觉哦，like northern part。Northern area 比较大的、比较广大的地区，这个叫北部。好，泰国北部 is like northern part of Thailand， 盛产。这个盛产的意思就是很多这样的资源，对不对？这样的资源特别多，盛产就是英文叫 be rich in， be rich in。红宝石就是土里面这种宝石叫 ruby， 红宝石哦，红宝石。好，泰国北部盛产红宝石。好哦，有人说我住在泰国东北部，好，太好了哦，东北部可以 like the northeastern area，northeastern area 哦，东北部。李超老师的表情还不错，丽莎老师已经快成演员了。我的脸都已经快要那个。好，田老师 second 的句子你觉得如何？好，我为大家读一下。北部的天气经常寒冷。北部的天气，北部的天气很寒冷就好了吧？很寒冷，对，可以哦。我们好像比较少说经常寒冷。对，北部的天气很寒冷就可以了哦。好，我看到你背后黄色的那个玩偶，这是鸭子啊，它是用背后了哦，背后这个词，背后好。那这个呢？我朋友住在城市北部，非常好。我朋友住在城市北部。很好哦。好，加文的句子。好的，墨尔本的北部有新冠病毒爆发了。一个错别字而已啊，其他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啊？墨尔本的北部有新冠病毒爆发了。墨尔本的北部新冠病毒爆发了。哦，好。采撷的句子。好的，尼泊尔盛产水。我有一点懵。采撷啊，我们说盛产通常是一种比较稀少的东西了，比较 rare 的东西了，比较资源。水好像到处都有，对不对？你可以说盛产红宝石、蓝宝石，盛产一个特产。可以说盛产泉水就可以了。对，泉水可以 ，like spring 泉水可以啊。好 ，Yusuke 的句子说。好，日本的北部有多个雪。日本的北部，经常下雪。对，经常下雪。Yusuke 就像田老师说的，你用经常下雪 ，like it snows, it usually snows，it usually snows 好的，没问题吧？好，海莹说北部跟北方可以一样吗？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真的不一样。北部呢，可以说是一个特定的
东西的北部，但是北方呢，通常是更大的一个地域，北方、南方。北方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有，个人觉得北方比较有文化的概念，像北方城市、北方人，北方人或北方城市那北部的话指的是只是一个地理的那个概念，对对对对。你可以说非洲北部 ，like the northern part of Africa，类似这样的感觉好，哎，他给我送一个喝的。哎呀，好贴心的小孩子，好可爱怕你口渴那田老师你喝一下他的爱心吧。好。好可爱，小朋友好，我们继续吧。好的，这是谁的句子 ？Win-win 的句子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好，我们缅甸有一个错别字我们缅甸北部这边有很多玉石、蓝宝石。可以，有很多可以北部啦，有个错别字，我们缅甸北部。这边好像不用了吧，对不对我们缅甸北部这边这边就不用了不需要了。对，我们缅甸北部有很多玉石、蓝宝石。那你也可以用你可以用老师这边用的叫盛产我们缅甸北部盛产玉石、蓝宝石就可以了是的，好，了解好。那这位是Sneth， 好，我为大家读一下。斯里兰卡北部不盛产宝石。盛产宝石。句子是对的。句子是对的啦，不过不盛产有点。不盛产，对，就是好像是一个玩笑嘛。不盛产，好像你like funny, very funny， OK， 很有意思的好，佩佩猪的句子。好，我们看一下，在加拿大的北部，你能看北极光，能看到北极光，看到或看见，对不对？看到或看见，在加拿大的北部，你能看到北极光 ，Aurora， 对不对 ？Aurora， 北极光Aurora。好，这个句子我觉得有意思。好，第一个字要改一下，我们说沈阳位于中国东北部，没有了，没有了，不要加了。了是表示情况的改变，但是这个是个事实 ，This is a fact. OK, so you don't need to use 了。沈阳的沈是不是写错了？沈阳位于中国的东北部中国东北部也可以了。好，丁老师的儿子可爱死了吧？这个也是可以这个我们说可爱极了会比较好一点可爱极了。因为可爱死了有点太 funny 了，我觉得用极了会好一点。程度上是能理解的。对，不过用极了会比较好一点。田老师的儿子可爱极了好，会好一点好，大家都好喜欢田老师的小孩好乖很关心了嘉文很关心，不是很关系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名妈妈就很累的，但是像这样子的 moment 我会有很多，所以我也会很幸福。你的孩子都这么常常有这种贴心的时候，对不对？对对，而且是他们就是没有人教他们，是他们自己这样想做的。一个5岁的小孩可以做到这样是3岁的这个小儿子，是3岁的哇，那更不简单了，那真的不容易好，那这个我们中文可以说贴心 ，very sweet， 贴心孩子很贴心这个如果你觉得有人对你很好、很体贴，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很贴心来贴心。这个字我觉得蛮有意思，贴就是 like test 贴心，他的心跟你的贴在一起，两颗心贴在一起 ，OK like 2 hearts are together 贴心好，他们会中文吗？这个我倒是觉得蛮有意思的问题他们目前是说3种语言，我跟他们平时只说中文，
然后我们在家里的话，大部分时间是说英语，因为我波兰语不好。OK OK，然后他们去幼儿园是说波兰语，波兰话 OK。那您先生跟他们说什么话？也是说英语，也说英语，那就是变成你们希望他们到时候会精通3种语言，对不对？对对，其实我们没有刻意的想要这样去做，只是因为我的波兰语不好，所以就是很自动的在家里就说英语了。哦，好，那他们中文好吗？不好，不好。那你先生中文说的他怎么样？不会说英文的，他不会说中文。他不会说中文，OK，对，有一次，那就变成要靠你这个方面去教孩子。对对对，其实现在他们的中文，我是一个比较神经大条的妈妈，我不是那么担心的。然后孩子现在中文不好，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No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对对。对，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小孩子从小是接触很多语言的话，那么对他们的逻辑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比如说有一次，有一次我有一个宠物，这个宠物它的名字叫来福，然后很好啊，很宠物的名字。对，所以因为来福它是一个中文名字嘛，所以有一次，我先生就是叫了一下来福，然后我大儿子就说，Now you can speak Chinese 会特别有意思，他会突然想到这个比较逻辑的部分哦。对，好可爱啊。好，对，刚刚田老师说逻辑就是有点像 logic 逻辑逻辑。好，有同学开始对你的小孩蛮有兴趣的。你有几个孩子？我们明天吧，我们明天对对对，我觉得现在马上就开始聊天了也不好，明天再聊。各位同学，你们对田老师有什么问题，或对理查老师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先保留下来，我们明天一起问明天一起问好，那又开始问了，老师有没有孩子？老师孩子几岁？老师几个孩子？老师超级可爱。老师的孩子想参加中文课吗？哎呀，你们问题真的好多呀！我们的学生都好可爱哦。是的，太有意思了。好，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词汇叫做背。刚刚说过了，背也演过给各位看了，背，还有背背。好，那我们这个当然是你的。这个是名词，所以是你的背后你的背部你的背。好，所以田老师，我们念一下这个简单的句子。好的，我们说我背痛，我背痛，哎呦，指的就是你的这里好痛哦，我的背好痛哦，好，背痛。好，那这个李超老师觉得这个句子蛮简单的。最后我想要请各位同学呢，这个用这个句型。好，主语加上你的一个身体的部位body part， 再加上痛。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造一些短语或造一些句子，告诉老师你们哪里痛？好，我背痛叫 I have a backache。你们还有哪里会痛？你们试试看哪里会痛，把它写出来。很简单，我或者是 someone，再加一个 body part， 再加个痛好，来，各位同学，你们写写看，看你们哪里痛，告诉我们我看到佩佩猪的答案，我背痛死我了。我们可以说我背痛死了，不要加我，对，我的背痛死了。你可以说我背痛死了，我的背痛死了好，有了，玉珠来了，这是什么痛？哎呀，我头痛，我的头 ，I have a headache， 我头痛，很好。珊珊也是头痛，怎么大家都头痛啊？学到这么多，我头痛，好可爱对了，有这个问题也蛮有意思的。我背疼可以吗？我背疼可以，其实是一样的。痛跟疼的意思差不多，我知道有一点小差别，不过90%是差不多的是的，是的。这个不错，玉珠的。
腰酸背痛，非常好，非常好。腰好酸哦，背也好痛哦，腰酸背痛。好 ，Alice 的部位不一样了，是哪里痛啊？我脚痛可以的。好，好，那白马的呢？我的眼睛疼了，可以，我的眼睛可以，我的眼疼了。睛疼了，我的眼睛痛哦，我的眼睛痛。好，理查老师背痛，你怎么知道？心痛哇，这个 so 心痛 ，like it breaks my heart， 心痛，哎呀，心好痛。如果你失恋了，OK，那你就会心痛，对不对？哦，心痛哦，好。你们还有哪里痛啊？肚子痛啊，牙齿痛，加牙齿，我的牙痛也可以，我的牙疼，牙齿痛啊，牙齿痛啊，我的脚痛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手痛了，可以啊，我的牙痛极了，我的牙痛极了，可以，疼极了或痛极了都可以。妈妈的四肢常常痛。哇，好棒的句子！妈妈的四肢常常痛。或你敏敏，你也可以说妈妈的手脚，手跟脚，妈妈的手脚常常痛。哦，还有我刚刚那个肚子痛了，林老师，我们说不说肚子痛？我们说的肚子痛，肚子疼也是可以。肚子疼，肚子痛，我们也可以说胃痛 ，stomach，可以说胃痛，我肚子痛，我胃痛都可以哦。好，肩膀痛，肩膀痛可以，肩膀痛，对。耳朵痛，耳朵痛，如果你真的耳朵痛了哦，不过耳朵痛很少，耳朵会痛吧？哦，耳朵痛。但是在欧洲这里有一种很奇怪的天气，是跟他们气候有关，所以小孩子，特别是小孩子，很容易就是耳朵的耳道会痛，有这个问题之类的哦。有的，有还是会有哦。腿痛可以的，非常好。脚痛或腿痛哦，好。心疼是爱的意思吗？我心疼你，就是心疼的意思。心疼的意思有一点是，我舍不得你做什么事情，有点心疼。怜爱心疼，怜爱对心疼哦，好心疼。眼睛痛可以啊，如果你的眼睛痛的话。我的胳膊痛死了。哦，这个非常好。打针以后，我的胳膊疼死了，非常好。我的胳膊痛死了，疼死了。嗓子痛，可以。你要是一直唱歌，一直说话，你的嗓子就会痛哦。好的。还有周身痛，周身痛。Alice 你好可爱哦，周身痛，全身都痛，对不对哦？周身痛很有意思啦，不过我们这边比较常说全身痛，我全身都痛，我周身痛，我全身都痛。Lina 说我的孩子要喝奶了，我先下课了。好的，没问题哦，牺牲好。喉咙痛，可以，喉咙痛，很好哦，很好的用法。好，太好了，各位同学，你们都痛好了，对不对？好，那会用了哦。我哪里痛，这样讲就可以了。我牙齿痛，我的眼睛痛，我的肩膀痛都可以哦。好，田老师，那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个词汇念给大家听好了哦。好，我们今天有这5个：报道、报告、北部，然后背。好，太好了。那好，那最后理查老师啊，戏精已经上升了啊、来，这个念背，四声背 ，keep in mind，这个呢？这个也是我们说背，这个是痛，然后还有这个呢？哦，好背哦，今天好背，运气不好，好背哦。最后一个不是念4声了，要念1声，要念背 carry something on the back， 背是
1声的，其他都是4声的哦。好，那我们今天终于讲完了。那田老师，我们要谢谢你哦。谢谢。每次有田老师，我们就好开心哦。那各位同学记得要去田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好不好？他今天有新的视频了，请各位同学去关注哦，去关注哦，好不好？一定要做到。感谢李晨老师的付出，感谢大家来上课。对，好，那田老师先跟你说再见喽。好的，好的，拜拜，再见。再见。好，那各位同学，我们谢谢田老师哦。然后呢，我们明天就不上 HSK 了。我们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们明天要 chit chat， 我们明天要聊天哦，明天要 chit chat。所以，如果你想要跟田老师聊天的朋友，明天记得哦，我们明天来聊天，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休息吧，明天见。好，拜拜，各位同学。来帮老师按赞哦，好不好？